每期《天天向上》彩排前，导演组都会提前把当期嘉宾的信息发给他们几个主持人。收到消息的时候，王一博刚下飞机，在去台里的路上，他扫了一眼微信，立刻捕捉到一个熟悉的名字，心里只是感叹：不是吧，这么巧，肖战的绯闻女主角还真是狭路相逢。只不过他这次来是宣传另一部电视剧的，和肖战没什么关系。峰哥在化妆间里开玩笑，这次又有漂亮姐姐了，一博加油！大老师突然发出巨大的咳嗽声，峰哥被吓了一跳。你感冒了？王一博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里，大老师偷偷看了他一眼，说：这不是变天了吗？一博也不太舒服。我没不舒服，他神色只是淡淡的。我很好。大老师点了点头，你很好。那天之后，肖战又给他打过几次电话，但他都没有接，因为不知道怎么解释，也不想听对方解释。等到完全冷静下来，又有点后悔，觉得也许事情原本没有他想的那么严重，他是被那条视频刺激到了。如果两个人好好聊一下，可能就不会变成现在这样的局面。但肖战没有再打给他了，只是发了一条消息过来：仔仔，你明天要去长沙录节目，对吧？我去找你，有东西要给你。他没有回，没一会助理就跑来问：哥，战哥问我们在长沙住哪？我告诉他没问题吧？有问题，他冷声道：不准说。助理不知道他闹别扭的事，莫名其妙地看着他。为什么？我已经说了啊，多话。那要不换酒店住？多事。王一博化完妆出去接了个经纪人的电话，回来的时候刚好看见一拨人拥着位女明星从走廊那头走过来。他在台里工作久了，对这种阵势已经见怪不怪，随即退到门边，准备让人家团队先过去。那女星越走越近，他渐渐看清对方的脸，不由心头一震，一时竟不知道该摆出什么表情才合适。对方很快也注意到他，经过他身边时突然嘴角一弯，露出俏皮的笑意，仿佛早就认识他似的。他傻乎乎地站在那儿，看着对方进了对面的另一个化妆间。身边工作人员甲发出感叹：没化妆都这么好看，仙女吧？工作人员乙表示赞同，感觉比电视上看还美，白的都发光，气质好温婉，温婉居家。哈，果然是符合肖战择偶标准的人啊！艾一博，他刚刚对你笑了啊，你们认识吗？工作人员丙有点好奇。不认识。他瞥了一眼对面化妆间紧闭的房门，冷冷回答。回到主持人专用的化妆间，峰哥又开玩笑：怎么了一博？经纪人压榨你了？什么？你脸黑的都能演包公了？他抬头看到化妆镜中的自己，表情严肃，眼神冷漠，嘴角紧绷，就差在脸上写4个大字：我不开心。旁边低头玩手机的大老师冷不丁接了一句：可能是醋喝多了。吃醋吗？吃醋。嫉妒吗？嫉妒。但他也是很专业的艺人和主持人，绝不会因为私人的事情影响到工作。半小时后，绯闻女主角来化妆间跟他们天天兄弟打招呼，她已经在脸上换了礼貌而谦逊的笑容。女孩子妆容精致，更衬得一张脸光彩照人。大方与他握了手，他微微弯腰以示尊重，却听见对方很小声地说了一句：你好漂亮。他有些讶异地抬起头，女孩子脸上仍旧是那种调皮的笑容，带着一点点狡猾，却也转瞬即逝，因为他很快就松开她的手，去跟旁边的前锋打招呼了。彩排过程中有其他嘉宾的表演环节，余下人就坐在场边等待。
摄像机一般不会拍那里，大家也就没那么拘谨。王一博忘记带滑板过来，就坐在那里转话筒。跳跃的音乐和灯光中，仿佛有视线始终落在他脸上。他好奇地转过头去，迎上女孩子同样好奇的目光。他脸上一僵，见鬼，他是什么时候坐到自己身边来的？被他发现了。女孩子反倒大大方方地笑起来，仿佛忍俊不禁，又说：“你好飘静。”和视频里同样的语音语调，他再也不想掩饰内心的莫名和不悦，皱起眉头，十分不客气地盯着对方。女孩子微微后仰，假装做出被他吓到的表情，却又很快笑眯眯的，压低声音说：“你跟以前比变化好大。”以前金色头发有点长，女孩子在自己肩膀上比划，到这里，那是她刚出道不久时候的造型。但她为什么？你那时候多大？就是参加台湾那个娱乐节目的时候。台湾，你不记得？就是你好飘静的那个啊。他们团刚出道的时候确实去过台湾，但你好漂亮又是什么鬼？女孩子一脸后知后觉，嘀咕着，原来那视频不是你让她看的啊。姐，她终于说，我听不懂你在讲什么。肖战啊，他在片场看你以前的视频，就是主持人夸你好飘静的那个，被我看到了。抱歉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但他好害羞，哈哈。王一博呆呆坐在那儿，只觉得有点反应不过来。女孩子见他无动于衷，忍不住又爆料说，其实这不是第一次了，对不起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每次他看你的视频都会被我撞见，可能他一直在看吧。还要笑得一脸甜蜜，他的脸颊有点发热。其实他在陌生人面前很少会这样不好意思，只是刚刚接受的信息量太大，他没工夫管理表情，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了。他努力地回想，好像确实有某个主持人这样夸过他，但其实他很不喜欢被人夸漂亮，所以当时笑得很勉强，根本没把那赞美放在心里。他突然意识到自己遗漏了很多讯息，比如镜室里的那场戏，肖战随手画了他的小像，竟然是刚出道时候的样子。当时他就起了疑心，却被肖战搪塞了过去。所以肖战是因为看他的视频被抓包，才那样不好意思的撒娇吗？所以他闹了几天脾气，其实都是在吃自己的醋吗？太傻了吧，王一博！他简直想要仰天长叹，却又忍不住的想要笑，有一种久违的喜悦，仿佛初春暖阳，正在缓缓融化冰雪，悄无声息，翻新一切。肖战那个家伙，到底瞒了他多少？偷偷藏着他写的字条，偷偷看他以前的视频。如果不是阴差阳错被自己发现，这些事情永远不会有人知道。而这样的事情究竟还有多少？男人似乎更喜欢把对他的感情放在心里，藏得严丝合缝，偶尔不小心才会露出一点点让他瞧见。可他真想看看里头还藏着的那些。没关系，他愤愤地想，来日方长，早晚被他一点一点全抠出来。女孩子见他终于笑了，不由感叹，你们俩太好了吧，一个听到另一个的名字总会笑。好，可是他们还在冷战啊，准确地说，是他单方面在搞冷战。录制结束后去看手机，果然收到肖战的信息，大概晚上7点左右到你那里，不准不见我，否则东西就不给你摞。什么啊？居然敢命令他，不见又怎样？峰哥从身边经过，一博，你怎么一点偶像包袱都没有？什么？嘴都咧到耳朵根了。大老师在旁边替他解释，是醋消化掉了，少喝点醋吧。王一博，峰哥哈哈大笑，
也该带回来让我们看看了吧。他红着一张脸杵在那儿，什么人啊，都是无语。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，真好看，让我心碎却如此着迷。就算世界动荡，再绝望也有微笑的勇气。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，才令我知己再想起，这样爱过一个人。